11月，汽车交付数据新鲜出炉，蔚来、理想、小鹏3家造车新势力高歌猛进。理想仅凭一款理想ONE车型就突破单月交付 1.3万台的新纪录，蔚来交付也超万台，同比增长 105.6%。但在3家车企里最瞩目的当属名字常被人诟病的小鹏汽车，11月总交付超15000台，同比增长 270%。要知道，这已经是小鹏连续第3个月交付破万，基本盘已经很稳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曾经的魏小李变成了小李魏。但敏锐的投资者会发现，结合 Q3 季度财报，小鹏的净亏损也是最多的，妥妥的亏了16个小目标。同期蔚来的亏损也才不过8亿，亏损幅度都进一步扩大。小鹏今天的繁荣是用钱烧出来虚幻的泡沫吗？小鹏更新的新品牌标识，在广州车展发布的旗舰 SUV 小鹏 G9 硬刚特斯拉 Model Y、理想ONE。G9 能在30万以上的价位站稳脚跟吗？名字太土的小鹏是否拥有品牌向上、冲击高端的实力？在哪吒、领跑等新势力相继入局后，魏小李三国鼎立的竞争格局还能继续保持吗？大家好，这里是想带你研究透101家车企的三驱兄弟。这一期视频就给大家聊聊我是如何看待小鹏这家公司，以及解读一下 Q3 季度财报。我真的建议各位朋友以及正在观望、打算购买电车的观众，都可以认认真真看看这期视频。因为买电车不同于传统汽车，过去买车只需要看看评测，单研究这台车怎么样就完了。而电车的价值交付却贯穿整个车的生命周期，这就意味着除去整车以外，我们更需要去研究这家公司到底靠不靠谱。因为电动车是可以不断 OTA 在线升级的。以小鹏 P7 为例，这台车在2020年4月就已经上市，但其主打的 NGP 自动导航辅助功能却是在半年后才推送。今年新升级的 VPA 停车场记忆泊车功能，又将整车的智能程度和驾驶体验提升到新阶梯。想象一下，如果你哪天出门上班，发现昨晚汽车在线更新了全新版本，实现完全自动驾驶了，这个体验是非常好的。但如果选择的公司不靠谱，或者本身就是想做 PPT 骗骗融资和补贴，即使刚买车时没吃亏，后续各种服务可能就跟不上了。例如前些年被忽悠买了乐视电视的老哥们，虽然今天也能看，但可以享受到的内容就有限了，售后也基本没戏。小鹏汽车成立于2014年，那一年远在大洋彼岸的特斯拉免费对外公开了200多项技术专利，加上国内新能源政策利好，这一举动掀起了一场中国互联网造车热潮。而小鹏汽车创始团队成立之初，靠着 UC 浏览器早已财富自由的何小鹏并没有直接加入，而是选择以天使轮投资的方式间接支持。团队核心创始人夏恒在名校毕业后就进入广汽研究院工作，不安于现状，极具冒险精神的他，在感受到这场时代的脉搏后，便选择走上创业的道路。小鹏汽车的创业史是从一间2室1厅的小民房开始的。夏恒每天都和一群富有激情的年轻人展开天马行空的讨论，还一度被认为是搞传销，引来了警察。很多人不知道，他们最早造的第一台实验车，在雷克萨斯 NX 基础上改装的裸车。今天回过头看看，相当简陋，一点没有惊艳的感觉，但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和那时一众 PPT 造车的互联网公司相比，小鹏显得格外实诚。当时有些公司在造车时花了很大心思在外壳设计上，以至于有的车除了展示以外都不太敢正常使用，后来也成了全业界的笑话。而夏恒的创始团队在一开始就意识到，汽车创业应该先从动力总成开始。丰田造车最开始就是把自己做的发动机安在通用上，特斯拉造车不也是先用莲花跑车底盘吗？意识到这一点，夏恒在刚起步时关注的重点只有2个，一个是以电机、电池、电控为核心的纯电驱动系统，其二则是在智慧大屏的研发上。等到这2块技术非常好了，再考虑下一步扩张。而何小鹏的直接加入，则是有件趣事。那时候的何小鹏早已财富自由，每天过着朴实无华且枯燥的生活。他觉得自己每天都过得极度折磨，失去了奋斗的目标。钱是王八蛋，我们要尊重梦想。在何小鹏儿子出生的第1个小时，他接到了投资方 GGV 打来的电话。何大哥，电动车我看马上就要呜呼起飞了，重振电车荣光，我辈义不容辞。这事只有你亲自带队才能 carry 全场。小鹏哥看着刚出生的儿子，想到或许有一天儿子会带着期盼的眼神问：爸爸，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便因此触动，他希望自己将来可以告诉儿子，爸爸做了件比 UC 还要棒的事儿。在一次访谈节目中，何小鹏也谈到自己再次投身创业最艰难的抉择便是责任。团队那么多人跟着你，想把事儿做成，让家人幸福更美好。如果你失败了，等同于是耽误了所有人时间，欺骗了团队。这一点可能真的要做过企业的人才懂啊。2018年
对于所有初创车企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新能源车企的主要目标是抓好规模品质的交付，每月稳定造出1-2000台质量过关的车，在当时还是很难的。为了让自己第一款产品小鹏 G3 可以既快又稳地推向市场，小鹏将500台 beta 版本的准量产车分配给内部员工，历经12个月的内测，挑出500多个问题，才正式投入市场。这种对产品的极致追求，让小鹏额外付出了数亿元的成本，并且最终不得不延期交付。但此时何小鹏却自豪地说，交付慢即是快。这一点也是小鹏造车的方法论之一。在小鹏 G3 上线前，累计测试里程就接近500万公里了。只要保证交付到每个用户手里的小鹏汽车功能都是完整的，才不辜负朋友们的信任。如果交付后再出现问题，成本便会加上杠杆，被无限放大。这家企业从创始团队过往如何经营用户角度看，还是蛮靠谱的。但小鹏这个名字也常被人吐槽土气。前不久，何小鹏也向亦师亦友的雷总学习，请人重新设计了更年轻的 logo， 不过没花到200万。但对于小鹏这个名字，何小鹏坚决表示不会改，就是要用普通的名字做不普通的事。小鹏本身就是定位国际市场，某种程度上用创始人的名字命名也更加贴切国际审美。福特、奔驰、雪铁龙这些100年老车企同样是用创始人的名字来命名，可能一些名字今天听着好听，但几十年后也就那样了。在中国国力崛起、国潮出海的趋势下，未来以中国名字命名的品牌一定会走向全球。另外，敢用真名来命名产品的创业者，也会希望产品的实力、口碑能再好一些。毕竟你妈这台车某种程度上就是在骂何小鹏本人。不久前，小鹏飞行汽车发布会讲到2024年将会量产这种车，老实说我也不信啊，但也不能说是在圈钱准备跑路。飞行汽车的推出实际是小鹏对未来交通方式的探索，说近一点是小鹏冲击高端品牌向上的方式。咱知道今天很多互联网造车新贵策略都是自上往下打，比如特斯拉的3步走战略，先造一台昂贵小众的跑车 Roadster， 目的是先颠覆大众对电车拉垮的刻板印象。第2步则是推出一台价格适中的车量产，比如 Model S、Model X 的定位便是富裕阶级，最后再靠 Model 3、Model Y 引爆全球。一经推出便凭借亲民的售价跃升为爆款，赚取利润。国内未来推出的第一款车 EP9 也是玩的这一套。品牌自上往下打容易，但想要自下而上可就难了。小米的高端梦，对吧？而小鹏推出的第一款车型便是主打性价比的小鹏 G3， 定价在14万元起。但客观讲，这台车在市场上真的是反响平平。改款前明明主打智能标签，感知力却不强，后来还遇上车主维权事件，一度让小鹏陷入公关危机。初期的定位不准，不仅没能帮小鹏树立牢固品牌形象，还劝退了一些潜在消费者。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出师不利的小鹏在第2款车型小鹏 P7 上扳回一城。用足够强的产品力证明小鹏品牌向上的潜力。上月 P7 的交付量超过7800台，超过同级别价位燃油车奥迪 A4。P7 成功的原因有很多，在这里我主要想讲讲它的乐器配置，就是要用更高的智能化配置和同级竞争。P7 搭载14个摄像头、5个毫米波雷达以及12个超声波雷达。整车刚推出时，硬件配置远远把友商甩在了后面。今天小鹏的 P5 以及即将推出的 G9 都贯彻了这条战略。P5 是全球首款搭载激光雷达的量产智能车。智能硬件配置可以直接对标40万级别的车型，但价格区间却在20万左右，相当具备错位竞争优势。关于 P5 的定位以及小鹏对这台车的野心，感兴趣的可以关注我，之后我也会讲啊。何小鹏清楚的知道，未来车企间硬件的差距一定会越来越小，以后只要舍得花钱，都能找到好的供应商。但用户的心智是有限的，谁能在硬件上先取得先发优势，把交互体验做好，谁就能占据智能化这一品牌标签。并且今天的智能化，用再贵的硬件都是战术。几年前一个激光雷达价格动辄几千美金，而今天这个价格早已被厂商互相内卷打下来了。智能机刚出来的时候，各种硬件价格也很贵，但今天的硬件才占手机多少成本呢？小鹏 P7 的推出不仅一扫 G3 的颓势，更直接奠定了小鹏智能化的定位。总结而言，小鹏冲击高端靠的是2大法宝，一是做差异化，在 P7 刚推出时，国产纯电轿车基本是没有的，那时候常见的都是电动 SUV， 一来是 SUV 利润率更高，不然为啥今天牛马轮都逐一下海，想着造 SUV 呢？另一方面则是对电动车而言， SUV 底盘更高，能够装下更多电池，保证续航。小鹏率先推出 P7， 在这一细分领域先占领高地，后来推出的翼鹏门版也是相当个性，设计上完全是100万轿跑的水准。P5 也同样如此，定位智能家庭轿车，明明价格比 P7 还要便宜，但智能化程度反而是更高的，设计有睡眠模式、观影等功能。过去100万豪车才有的车载冰箱，今天居然放在了一台20万的小车里，还一点都不违和，迈伯赫直接哭了呀。但这里我也希望正在观望的车友能多思考一下自己的核心需求是什么，因为这台车单从车的角度说，属实拉垮。抛去辅助驾驶配置，估计也就7、8万元燃油车的水平。对动力有要求的
车主可以直接 pass。而前面我们提到的飞行汽车，同样也是小鹏走差异化路线，在高端市场上的布局。小鹏冲击高端的第二大法宝，则是靠走软件定义汽车的路线。凭借智能化，咱可以从下图中看出，今天汽车产业价值链正在被重塑。我看过一份数据将今天汽车软件在整车价值的占比大概只有10%，但未来将会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预计在2030年市场规模将达到4000亿美元。早在2019年的时候，特斯拉就已经靠出售 FSD 套件收入超10亿美元了，但进入咱国内，这项服务却显得水土不服。特斯拉 Q4 财报会也提到，中国只有2%的车主选择了装配，一方面是因为 FSD 选配的价格过高，用户付费习惯没有养成，难以接受；另一方面，特斯拉作为外企是不允许自主采集和绘制高精度地图的，因此只能自建地图数据，通过摄像头、传感器实时运算，使用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而小鹏凭借本土化优势，自动驾驶团队和原始数据都来自国内，更加适应中国路况和消费者驾驶习惯。业内有个小段子，说的是在国内路测1公里等于在美国跑10公里，中国道路路况实在太复杂。路上不仅有急着去2仙桥的大爷，连高架上都穿梭着行人和电瓶车。来自老美的 FSD 只能表示，虽然我看不太懂，但我大受震撼。小鹏在2020年财报中披露，产生自动驾驶软件收入5000万，这让小鹏成为国内首家确认软件收入企业的车企。而今天有25%以上的 P7 车主都交了2万块钱的 Xpilot 软件服务费。P5 开放预定24小时的订单里，有90%的车型都选配了 Xpilot 的硬件，也说明靠软件实现盈利这条路正在被小鹏慢慢走通。未来通过软件变现将成为车企持续性收入和利润来源。在自动驾驶时代，数据为王，只要有数据，新的商业价值便会被不断挖掘。例如特斯拉最新推出的 UBI 车险，预估未来能占到特斯拉收益的30%至40%。UBI 的意思是根据车主的使用量购买的保险。过去给汽车上险，即使你也许1年都不开几次，但同样也得和那些天天漂移的车主交相同保费。但当车企能够收集大量行车数据后，便可以根据车主的驾驶行为，包括猛踩停车的次数、是否规范行车，计算出最合适的保费价格。未来的车企也许会实现从产品型公司向平台型公司的转型，形成庞大的智能汽车生态圈。而小鹏则是在国内车企里最早探索商业模式从前端盈利向后端转型的，也更有可能通过海量数据不断优化自动驾驶体验，从而提高产品竞争力，吸引更多消费者，形成良性循环。在视频的最后，我们也讨论一下小鹏目前面临的问题。首先，小鹏在1、2线城市以外的品牌接受度还有待提升。咱可以看一下交强险数据，和特斯拉、蔚来、理想一样，虽然有1半的销量都是由限牌城市贡献，但从绝对额度来看，小鹏在2、3线城市的销售额远低于其他对手。这需要小鹏思考如何制定协同内容、产品战略以及深耕销售网络。在造车新势力中，单看研发费用总额，主打智能和全瞻自研的小鹏无疑是最高的。前3季度累计研发投入26.63亿，但相比营收规模和毛利却是其中最低的一个。在 P5 上市前，小鹏的毛利大概在11%左右，而理想的毛利可是一度接近20%啊。如今 P5 的硬件增强了那么多，售价却是交个朋友的态度，这样激进几乎放弃毛利的战略，无疑要求小鹏后续要在软件销售以及数据价值挖掘上获得更多收益。但立足长远，即使是今天车企间有关生死存亡的厮杀都还没真正展开，大概率要直到2023年智能汽车才真正进入1.0阶段，那时滴滴、小米以及传统车企智能化转型车基本都出来了，产品力不行的将会被市场迅速淘汰。与其在乎今天的毛利，不如思考如何成为一家抓住未来的公司。小鹏今天的研发团队已经超过4000人，较去年增长了1倍，未来几年大概率也会继续扩张。不仅是小鹏，今天几乎所有车企都对有真材实料的工程师、技术人员求贤若渴。我自己学车辆工程的朋友也有向我吐槽，疫情之前他们专业找工作凉到不行，但在新冠之后，新能源板块一下子大火，车企恨不得我全都要。这是因为疫情黑天鹅让很多核心历史潮流都被极大的加速。过去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是基于大自然是免费这一判断的基础上，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我们必须进入一个新的市场化的可持续的人与自然关系里，这里面会有大量市场机会。而今天咱们中国也迫切需要一个足够强大且富有科技含量的产业支撑，作为综合国力崛起的一环。在新能源汽车这场浪潮里，不管是魏小李还是后续跟进的领跑哪吒，我都希望这些造车新势力在面临更广阔市场的同时，能够更加从容，定位于打造真正硬核能走出国门的产品，在下一个10年向全世界传递更多中国故事。在这里，我也敬佩在这场浪潮里的每一个弄潮儿，正是有着先驱们今天愿意在未知领域里弯腰，才会有后人在已知领域里奔跑。这里是三驱兄弟，想听我讲更多硬核汽车分析以及行业故事，可以关注我，我们下期再见。